美国学者近日就在媒体的面前指出，中美两国现在还没有到必须一战的地步，但美国依然不遗余力地在经济和军事等围堵。很显然，美国已经陷入了中国陷阱。那么，美国这些年为了围堵中国究竟做出了哪些努力呢？美国学者在媒体镜头前提出的中国陷阱又是什么意思呢？中美关系发生变化的时间节点大约是在2012年前后，民主党政客贝拉克·奥巴马上台之后，就开始对中国采取一系列的限制性措施，试图打压中国的发展。在奥巴马的亲自部署之下，美国商务部开始动用所谓的301调查，限制中兴等中国企业在美国的发展。此时的人们大概还不会想到，这只是美国政坛反华大戏的开端。在美国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上台之后，美国的对华政策开始变得越来越极端。美国对华的贸易限制措施也从个别企业扩展到了整个行业，于是中美贸易战就不可避免地爆发了。在代表民主党的乔拜登上台之后，人们原本以为他会废除一部分特朗普时代的措施，与中国重归于好，但拜登接下来的做法着实令人大失所望。拜登不仅没有废除特朗普时代对华制定的各种贸易不公平措施，他和他的幕僚们甚至还在这些措施的基础上变本加厉地推出了一些针对中国其他产业的不公平手段。毫不夸张地说，中美两国在经济领域的对抗正是在拜登执政时期迎来了一次全面升级的风波。这也让人们逐渐看清了一个事实，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执政，当今美国政坛中反华的风向都不会改变。先是美国商务部不断地对自中国进口的产品增加关税，后是美国财政部公然无视经济规律，指责中国的产业政策，试图混淆是非，颠倒黑白。就在不久之前，拜登政府的财政部部长耶伦甚至还语出惊人的表示，由于中国政府长期以来为新能源汽车产业提供便利化措施，使中国的新能源产品大幅过剩，中国必须要为此调整产业政策。耶伦的这番话立刻就在中美两国的媒体间引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辩论。不少人都认为，耶伦作为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却心甘情愿地沦为拜登政府的反华工具，公开发表不符合经济学原理的言论和观点，这样的做法简直令人吃冷。而事实上，美国不仅在经济领域与中国频繁地展开对抗，在军事领域，美国同样也对中国感到无比畏惧。为了能够压制中国的力量，美国甚至还在中国的周边拉起了不少军事联盟。自冷战时期开始，美国就在中国领土的周边维持着军事存在，现如今的驻韩美军基地、驻日美军基地都已经存续了数十年的时间。这些海外基地不仅是美国维持军事霸权的保证，也是美国频繁在亚太地区与中国展开军事对抗的桥头堡。现如今，中国领土周边的一系列安全威胁大多都来自于美国的军事部署。比如，美国就曾经多次在朝鲜半岛周边进行所谓的美日韩联合军演，此举看似是针对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但实际上针对的却是中国。因为中国和朝鲜本就是不可分割的军事同盟体，中国也与朝鲜之间有着共同的安全利益。美国、韩国和日本在朝鲜半岛周边展开的军事演习实在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除此之外，美国为了增加对中国施加军事威胁的筹码，甚至还在菲律宾的吕宋岛地区部署了中程导弹系统。据美国媒体的介绍，被部署在菲律宾的低风中程导弹可以将一部分中国沿海地区的军事目标纳入到打击范围之内，这样的举动简直就是在赤裸裸地向中国展示军事威胁。另外，美国还不断地挑唆菲律宾在南海周边对我国开展挑衅行径，试图用这样的方式逼迫中国放缓自身的发展脚步，陷入到军事对抗的泥潭之中。就在4月份，美国还拉着菲律宾举行了一场所谓的肩并肩联合军演。在这场联合军演当中，美国一举出动了 1.1 万名士兵配合菲律宾的演习行动，而菲律宾方面也出动了5000人参加演习。上个月，肩并肩联合军事演习创造了单一演习的参演人数之最。除此之外，美国还让法国和澳大利亚这两个盟友国家派出了100多名士兵，象征性的参加了演习。美国的这些举动看似是已经做好了干预南海局势的准备，但在中国强势出击的背景之下，美国还是很快暴露了其纸老虎的真实面目。5月15号至5月17号，一个由美国出资资助的菲律宾民间组织发起了一次针对中国领土黄岩岛的冲击行动。他们试图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证明菲律宾对黄岩岛的所谓主权。为了给菲律宾的侵权行为打起站台，美国甚至还直接派出了航空母舰停泊在黄岩岛不远处的海面上。但接下来所发生的事情却让所有人都感到大跌眼镜。面对前来侵权的菲律宾船只，中国海警船果断出击，对菲律宾船只展开海上执法活动。
但就在这个时候，美国的航空母舰却灰溜溜地向南逃窜，一路开到了新加坡的军港内。美国再次用实际行动证明了其纸老虎的本性。不管美国在中国周边展开再多的军事表演，设置再多的军事基地，美国始终都没有胆量与中国在西太平洋展开军事决战。而事实上，中国也并不愿意与美国展开军事对抗，因为我们深知中美两国一旦展开军事对抗，没有人会成为最终的赢家。一直鼓吹对抗舆论的恰恰是美国。有美国学者近日就在媒体的镜头前公开指出，当前的美国已经陷入了一个明晃晃的中国陷阱，无法自拔。虽然某些美国政客言避及中国，但今天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关系还远没有到必须要拼死一战的地步。当前的中美两国虽然关系紧张，但双方的关系还远远没有发展到必须要开战的地步。美国的部分政客不断的操纵反华议题，只会让他们的眼界变得越来越狭隘。中国陷阱一词最早的出处已经不可考了，但随着中美博弈局势的变化，这个词汇开始非常频繁地出现在了美国媒体的报道当中。眼下，美国对中国展开的一系列围堵和威胁，才是中美两国频繁展开对抗与对峙的根源。要想解决当前中美两国之间的矛盾，唯有让美国的政客正视现实。中国官方曾经不止一次地向美国释放信号称，我们无意与美国对抗，只是因为当前美国的所作所为威胁到了中国的核心利益，我们才不得不在关键的问题上对美国做出反击。如果美国愿意用正确的姿态来对待中美两国的关系，并与中国保持积极的沟通，中国也不介意与美国改善关系，并与美国共同开启双方合作的大门。但美国的政客就像是着了魔一般，对中国的话置若罔闻。他们一边对中国的发展展开全方位的打压，一边又不断的炒作所谓的中国威胁论，将中国看作是美国的敌人。其实，当前美国部分政客的这种心态是冷战时期遗留下来的职业病。他们错误地将中国等同于前苏联，又错误地认为中国将来必然会与美国争夺全球霸权。在赢得冷战之后，美国就习惯性地用对抗思维将中国列为了标靶，这才有了后面一系列的对抗行为。但其实，中国早就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个世界未来的趋势，单极霸权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未来的世界必定不会被掌握在某一个国家的手中。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都应当享有掌控自己命运和前途的权利。与其说美国正在陷入所谓的中国陷阱，倒不如说美国已经陷入了霸权主义的泥潭。曾经在冷战时期积累的历史经验，让美国对中国的发展与崛起感到惴惴不安。如果未来美国的政客不改变他们头脑当中的冷战思维，就算哪一天美国在对华斗争当中取得了胜利，美国还会不断地为自己树立下一个敌人，直到耗尽自己的最后一次国力。当前的美国有一部分政客头脑当中的冷战思维已经逐渐演变成了一个非正常国家。当美国的国家机器在脱轨的道路上一路狂奔时，整个国家距离崩溃的结局也就不远了。美国印度化，印度神仙化，这原本只是网友对美国社会分化的调侃，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人发现这句话所适用的领域正不断扩展。从事故频出的军工基建到无法实现的政府画饼，这些曾经被视为印度笑话的一切，也开始在美国频繁上演。尤其是在特朗普再度上台之后，就连美国白宫的画风都变成了无视现实的胜利无处不在，看起来像极了印度迷之自信的样子。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的画风为什么竟然在向被全世界当成笑话的印度靠拢？美国与印度曾经是完全不会被放在一起对比的两个国家。美国是世界第一强国，是备受向往的人类文明灯塔，有着世界上最为强大的军队和力压全球的科研能力。美国制造在世人眼中是精密先进的代名词。虽然美国事实上早已去工业化，但许多人都相信这只是因为美国嫌弃搞工业辛苦还不赚钱，主动放弃。只要美国想，就能迅速复活为二战时那个独占世界一半工业生产的工业强国。印度则是全球知名笑柄，干啥啥不行，吃啥啥不剩，偏偏还有种迷之自信，觉得什么牛都敢往外吹。直到21世纪的第二个10年，随着信息化的发展，人们能够更加便利地了解其他国家的真实情况。加之中国国家实力不断发展，民族自信、文化自信越来越强，越来越多的中国网友摆脱了对美国的崇拜滤镜，转而开始注意到美国旋转门下政商勾结垄断，名为快乐教育，实则通过大众教育与精英教育差距扼杀上升通道等阶级固化的情况，以及美国那越发尖锐的种族歧视问题。提起阶级固化、社会歧视，作为典型的代表当然是印度的种姓制度。于是当有博主提出美国印度化的概念后，立刻得到了广泛的认同与支持。
一开始，这只是对美国社会分化的调侃，但令人感到惊讶的是，这一概念最初的适用范围竟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越来越广泛。不知从何时开始，美国军机坠毁的新闻屡屡见诸报端，基建事故也变得愈发频繁。德州大学停电和俄州毒列车脱轨更是让这一问题彻底出圈。这些曾经被认为是只有印度才会闹出的笑话，竟一一在美国上演，而造成这一切的根源无疑是美国的去工业化。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政府喊出了再工业化的口号。然而，在资本主义国家，政府的意志如何抵得过资本逐利的本能？于是，所有的再工业化政策目标最后都被证明只是这幅画饼。美国制造业在 GDP 中所占的比重仍在进一步下降。这种高调宣言而难以落实的治理状态，显然也很不符合美国一言九鼎的世界霸主形象。倒是与印度中央政府雄心勃勃却碍于治理能力低下，被地方和各路利益集团阻挠，计划无法落地的画风十分相似。美国民众对于国家的堕落也并非毫无感受，他们也认为美国会变成这个样子，其中少不了资本这个深层政府的作用。为了改变现状，他们在2016年将反建制、反精英的政治素人唐纳德·特朗普推上了总统宝座。即使特朗普在第一任期内的表现并不如意，也没有动摇对他的支持。2020年，特朗普的普选得票数甚至还有所增加。只不过，由于民主党在几个关键摇摆州的表现更好，特朗普输掉了这次大选。但特朗普和他的支持者却并不气馁，对于2020年的失败，他们均认定是民主党选举舞弊。到了2024年，这些特朗普的支持者更是将背着重罪指控的特朗普再度选上了台。在这次竞选期间，特朗普宣称他已经吸取了上次失败的经验教训，上台之后将彻底清算深层政府，让自己的政策得以顺利推行。上台之后，特朗普也确实大刀阔斧，又是接连签署总统令推翻原有政策，又是任用马斯克领导政府效率部裁撤冗员。那么，美国的情况变得好起来了吗？其实并没有。在特朗普的一通操作之下，美国的通胀问题愈演愈烈，企业压力越来越大，就连一贯坚挺的美国股市都开始转头向下，意味着资本正准备逃离美国。但美国政府和特朗普支持者们似乎并不这么觉得。白宫官网上赫然挂着，在唐纳德·特朗普总统的领导下，美国人民又收获了无尽的胜利。MAGA们依旧在为伟大的特朗普总统热情欢呼。这种无视现实情况、公然宣称胜利的姿态，给人的感觉像极了印度那么一致自信的样子，这让一贯讲究实事求是的中国网友看得目瞪口呆。你美利坚好歹也是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怎么就变得和印度一个样子了？其实，如果带入美国的立场，就会发现，美国会变成今天这个看起来有些魔幻的样子，完全合情合理。自私是人的天性，资本更是贪婪。美国资本想要垄断国家权力，一点也不值得意外。在冷战时期，由于苏联这个对手的存在，美国要与苏联争夺民心，这些资本家也担心一旦输给苏联，美国会爆发社会主义革命，尚且不敢做得太过，要给民众福利和上升渠道。但随着苏联的衰落和解体，没有了对手的资本家也不需要继续装模作样。于是，美国开始推行快乐教育，开始放纵毒品问题，并且疯狂给高等教育涨价。这样的政策必然导致美国普通人堕落越来越容易，学好越来越困难。美国的精英阶级就可以通过精英教育与普通人拉开差距，让精英地位世代传承。这样的操作确实起到了固化阶级的效果，但也导致了美国底层的素质下降。但是在工业化的时代，就算是底层工人也需要相当的知识水平。美国底层的素质跟不上，对美国的实体工业来说，显然不是个好消息。好在此时已经进入了全球化时代，资本可以全球流动，不必在本国死磕。美国顺势开始产业转移，只将最赚钱的部分留在本土，苦活累活通通外包。可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工业才是最重要的生产发展部门，没有了工业，再多的设想也无法落地。去工业化的美国赫然发现，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个世界的创新格局变成了美国负责设想，中国负责实现。对此，美国口头上声称中国实现突破的领域都不重要，实际上却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毕竟，美国在历史上就是凭借生产力优势超越了大英，拖垮了苏联，才获得了如今的世界霸权。如何会不担心中国如法炮制，取代自己的地位呢？于是，美国试图引领制造业回流。然而，对于资本来说，美国合格劳动力不足且用工成本高昂的问题未得到解决。
美国的基础设施状况还在去工业化后的这些年中愈发糟糕，怎么会回美国自讨苦吃？即使美国政府已经用尽了所有能用的手段，美国的制造业依旧看不到复兴的迹象。到了这个份上，美国已经很清楚自己没法战胜中国了。就算如今还有存量优势，但这点存量早晚有耗尽的一天。但美国不能对外承认这一事实，因为在失去了工业优势后，美国其实在靠霸权吸血来维持自己的繁荣。一旦承认了自己的虚弱，这套吸血模式就没办法继续，美国可能要陷入崩溃。所以，即使从现实数据来看，美国已经输了，但是美国还是必须要继续赢下去。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美国建制派盯上了软实力、巧实力，开动舆论宣传机器，搞出了一套美国过去赢，所以现在也赢的逻辑，对中国的成果进行掩盖和抹黑，动辄，但代价是什么呢？可这样的强辩到底难以服众啊！尤其是在美国民众感受到自己的生活正在变得糟糕，却看到中国正在越来越好的时候，愤怒和惶恐让美国民众抛弃了传统建制派，试图通过选出一个强势总统来改变现状。特朗普就在这样的特殊时期成为了那个众望所归的人物。特朗普的第一任期已经证明，美国的问题绝不是换一个总统就能够解决的，但他又不能辜负美国民众的希望，因为如果未来中期选举失利，自己恐怕是要倒霉的。在这样的情况下，特朗普干脆直接搞起情绪政治，通过放出各种惊人言论吸引眼球，让民众相信自己再带着美国赢就行了。反正在美国长期的愚民教育下，美国底层大概率看不出特朗普言论中的逻辑漏洞，这就让美国的画风看起来越来越像那个凭借唯心主义相信自己一定在赢的印度。